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2月21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本周的话呢，已经收出了3根 K 线，那么这一根呢是周二、周三。周四，那么这个就是昨天的。昨天呢，其实呢，纳指它有回踩过19800点这个位置。那么此前呢，Lucy 有讲过，上一条视频呢，我们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纳指它的一个走势呢，其实呢还是比较在一个整理三角形之内的。那么上限呢，我们就不说了，它其实呢是因为这两个高点的原因呢，它受阻于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它出现回调呢，其实是连续出现了一个3天的一个回调。那么现在到底有没有踩到位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昨天 Lucy 有判断，我们这一个近期的低点呢是在19400点这里。那么我们说，那么接下来呢，它要达到19600点这里呢，其实还有200点之遥。那么昨天呢，其实它有在一个下降的一个区间，只不过说它每一天的振幅呢会相对来说大一些。那么昨天呢，其实它回踩了一个这个黄色的短期的一个均线，那么接下来它这个空间呢还是打开了，那么也就是说方向的话，它目前还是选择了回调。那么向下的话，我们就要去看19600点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到底是否有效。那么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MACD 呢，它也是出现了一个绿柱子的一个变短，那么也对应了70指数是出现一个回调。那么回调过程中，那么绿色的柱子在变短的过程，它有可能会继续变短，也就是形成一个快线与慢线的一个回调的过程中。所以纳指的话，我们暂时呢就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去看它的一个回踩的支撑到底是否有效。那么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总结。那么接下来图表呢是 Meta 的近期的走势图。那么此前 Lucy 呢在视频的当中呢也给大家讲过，当这一天出现了一根阴线的时候，知道它的股价要回调了。那么我们当时呢是用黄金分割来去测算一下它回调的位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高点的话呢是选择在740元这个位置，那么低点呢是从它起点开始，也就是588元的这个位置去测算的。那么测算的话，黄金分割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它有3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位。那么 Lucy 此前呢也问过大家，那么大家心里的价位呢 Meta 是会回调到哪里？那么有小伙伴呢回答了38.2%，682这个位置。那么也有小伙伴呢对50%这个位置，那之前应该是听过 Lucy 的技术的视频有讲过，其实呢是50%这个位置664的话，可能是它的第一个目标位。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还是市场得不到共识的话，那也有可能再向下一个区间，就是61.8%的这个位置，那就是646了。但是目前呢，现在的一个位置啊，大家把这个价格记好，那50%的话是664，我们来看一下，那目前当下的一个位置呢，它现在首先是回踩了一下 Lucy 的这个短中期的均线。那么这根短中期的均线呢，是否有支撑呢？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性不大，支撑的力度不强。那么它继续向下呢，有可能是到了这两条线的一个区间，也就是刚刚 Lucy 说的664的一个左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还是需要一个耐心的等待。那么这个是对 Meta 的一个价格的区间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通过其他的指标来佐证一下。大家都知道 Lucy 呢是用很多一些重要的指标去分析走势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白线和黄线呢是 OBV 指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OBV 的话，它其实是在周初的时候出现回调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降。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白线呢寻找黄线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黄线它其实呢它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其实股价呢还是在一个上升周期在运行，只不过说白线出现回调呢，那股价肯定也会出现短暂
慢的回调。那么至于说到哪里出现一个焦点，那么我们就要去看 Meta 的一个数值。那么刚刚我们去测算呢，大概是在664元这个位置，也就是说 OBV 的话，它有可能在664这个区间那出现的一个白线和黄线的一个汇聚的过程。那么如果说它不出现死叉再反弹起来的话，那么 Meta 短期的回调有可能就止住了。这个是第一个指标来分析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成交量呢，实际上在这里是变化的。首先它开始回调的时候呢，那肯定有获利资金呢它的一个出逃。那么紧接着连续回调呢，它其实是一个缩量。那我们知道在高位的话，缩量的一个回调呢，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向下的。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得到了一个共识，毕竟此前的一轮上涨，它的涨幅还是蛮大的。那么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它的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MACD。那我们来看一下 MACD 呢，它此前在出现了一个大阴线的时候，它 MACD 呢是出现了一个快线和慢线的一个死叉。那么第二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红柱子它是不断的变长，而且速度相对来说还快了一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3根 K 线呢，它是有跳空缺口的。那么这里从700多这个位置这一档跳到600多这个位置呢，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一个隐性缺口。那么隐性缺口呢，就是股价在盘中的时候是来到过这里，但是呢是被收回去了。那么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到，其实2个影线的话是把缺口补掉了，所以这里是一个隐性的缺口。那么隐性的缺口呢，它也是存在压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它出现回调，这个是可以预判到的。那么另外呢，从 MACD 的快线和慢线的位置来看呢，这里也给大家剖析一下。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前一轮的这个高点呢，它的其实这2条快线和慢线离这个绿色的柱子呢还不是很远。但是我们看近期它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呢，对指标的影响呢，那就是说 MACD 这2条，一个黄线啊，一个白线，它其实它的位置呢，其实是离绿柱子相对来说有一点空间了。那这样对比下来的话，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是看到了 MACD 的背离，因为它没有背离，对吗？它这里是没有背离的，但是只不过说它的这个绿柱子的速度变小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出现了回调，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说在近期呢这个过程中，无论是 MACD 啊 OBV 啊出现的这些信号呢，都足以说这个 Meta 的股价呢它还是会继续向下的。所以说 Lucy 认为呢，在这个位置有可能是50%的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个支撑。至于说它强不强呢，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去看。那么有同意 Lucy 的一个看法的小伙伴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一个618来支持一下 Lucy。那么认为 Lucy 说的对的，你可以回复一个618，好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这个 Meta 的股价呢一个预判呢，其实是这里用到了 Lucy 的一套自己的分析模型给大家讲解的。那么有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么宠粉福利呢，当然少不了啦。那么 Lucy 准备了2025年的小礼物呢，送给大家，是 Lucy 精心整理过的独家的3金共振战法。那么3金共振战法呢，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呢，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的实时变化。那么等一下 Lucy 呢还会举一个3金共振战法的例子给大家，所以呢大家还要继续往下看。那本周的话 Lucy 团队的老师呢还准备了内部教学的直播的一个课程，那有想进一步学习的粉丝朋友们呢，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那么像本周的这5节课呢，还是有针对现在当下一个震荡的行情呢是有帮助的。那报名的链接呢是在视频下方的一个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么点击链接呢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那就可以领到了 Lucy 的独家的一个指标的一个设置。那么这是对看盘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那么这一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呢英伟达出现了一个第2个十字星。
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来先从股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它遇阻于142呢，Lucy 在这个位置已经不断的强调了。那么现在呢就出现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呢是英伟达它在这个位置遇阻的话，它有可能会向下去寻找一个支撑。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呢其实是收了一个带着长长下影线的一根十字星，而且呢是向下的这根线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它现在出现了一个回踩，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回踩呢来剖析一下啊。首先呢它回踩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短期的均线，所以说在短线里面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那么第二呢，它在这个股价呀横盘在这个过程中迟迟呢没有跌破这一根防守的阳线，所以说呢现在目前呢我们还不能说英伟达它就此要出现回调了。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Lucy 在这个位箱体呢转变了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呢，首先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目前为止呢它没有向下选择的话，那么支撑位的话现在还没有到达，离得比较远。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个它的一个支撑呢，还有一个这个紫色的这个均线，这个紫色均线呢其实是一条趋势线来的啊，中期趋势线。那么在它目前为止还是在这个趋势的上方运行，所以呢 Lucy 还是要谨慎的判断，那英伟达的走势呢有可能它还会就此延续向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紧盯着盘中的一些变化。那么 Lucy 参考的位置呢，还是说它的一个收盘价一定要站稳，是收盘价哦，一定要站稳142这个上方才可以。那么这个就是 Lucy 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再用模型来判断一下哦。那么首先呢，它现在其实呢这里已经是一个金叉了，这个是看这个均线来看的。那么这个金叉呢可以啊，在这里白线呢比黄线要上穿，然后它还上穿了趋势线，那么这里是第一金。那么第二呢 Lucy 看到 OBV 呢现在是一个走平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段过程呢反弹的过程，英伟达的股价呢还是其实比较强势了，113到142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白线呢是因为股价的一个强势，所以说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呢，它的一个动能还是向上的。而且说它现在目前为止黄线走平，白线呢在这个上方离它的区间呢并不远，也就是说其实英伟达现在的股价呢没有一个这个超买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说两条线还是继续并行的话，那英伟达还是相对来说强势的。而且啊，英伟达如果出现了一个强势上涨的话，那么纳指的话还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突破。那么这个是英伟达。那么我们但是呢它比较纠结的是现在 MACD 的一个走势。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MACD 呢 Lucy 把它放大一点啊，来这两天呢其实没有再出现新高了，对吗？它也没有再变长了，也就是说呢速度没有加剧了，也就是现在出现了两个十字星。但是哦，英伟达它的 MACD 现在哦白线快线已经浮出水面了，它在零轴的一个上方了，然后黄线也即将上传零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有资金的一个助推的话，那其实啊黄线上传零轴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啊英伟达我们啊还是要谨慎的看多啊，谨慎的看多。这个就是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分析。那么上线啊在这里有一个压力。那么接下来这个是微软的一个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昨天呢 Lucy 有分析，在微软的一个横盘震荡的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个量能的变化。那么在上一条视频呢 Lucy 也详细介绍了，那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那么昨天的股价也是出现了一个沿着短期均线啊上涨的一根十字星，但是呢它的高点啊实际上已经创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了，它有冲上去过，对吧？但是呢 Lucy 昨天也预判了一下 OBV 的一个走势，那么这里呢其实也就是说你股价上去了，那势必 OBV 它也会出现一个金叉。那么我们预判就是预判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也是很好分析的。那么金叉的话出现了一个白线上穿黄线，对吧？这是第二金，对不对？然后呢第三个也就是说我们说昨天其实已经是临界点了，然后呢这个
盘中呢也是收盘之后绿柱呢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放大。那么无论怎样 MACD 呢现在是一个正数，对吧？然后出现了绿柱，那么绿柱不断的放大的一个过程，就是微软向上走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股价会不会像 Lucy 这样画的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向上的。这个就是 Lucy 的三金共振战法了。这里呢就是给大家揭晓，你想想这个三金出现的话，是不是我们的机会呢就来了？这里是不是很好用啊？那么这个就是微软的一个走势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苹果苹果公司。那么这一张图表呢是苹果的日线走势图。那么昨天呢，苹果在这个沿着短期均线这根白线沿着这个短期均线呢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阳线，但是呢并不大这个阳线并不大，而且呀它的走势呢近期对比还没有突破这个前一个高点，那么近在咫尺了。但是这里呢，我们也不要去歪它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但是有小伙伴可能看出来了，那么 OBV 的话，它现在呢是处于一个金叉金叉向上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黄线呢，它其实是一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呢，它现在还是有一点微微向下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在此就说它这个走势出现能有一波趋势的一个走势。但是一旦它股价突破了，我们以这个股价为准股价一旦突破了这个位置的话这个苹果公司向上就是有一个向上的动能了。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MACD， 也就是说 MACD 也没有出现这个创新高，但是它这个价格是比前面的那个英伟达的位置要好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快线呢和慢线都上穿零轴了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强势的，而且呢它是浮出了水面，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苹果的一个股价。那么以上呢就是 Lucy 对盘面的一个分析。那么喜欢 Lucy 技术分析的小伙伴呢，可以给 Lucy 点个关注，后续呢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Lucy 的一个复盘视频。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